续程少商和凌不疑大虐退婚的戏码，势必又会赚一波观众的眼泪。保持这个节奏，口碑只升不降。而其导演费正祥的个人风格非常明显，喜欢为后续剧情留下伏笔。在目前播出的剧情中，已经留下了多处伏笔，说它是官方剧透也不为过吧。上元灯会。上元灯会上，程少商将与日后与他产生情感纠葛的3位男主一一相遇。3位未婚夫都对程少商一见钟情，但唯有少将军凌不疑在几番虐恋纠葛后，最终修成正果。这一点剧中早已经有明确的暗示。才灯谜时，少商先后遇到了楼瑶、袁慎，后来突遇大火被凌不疑所救。3位将来会与少商有婚约的主人公一一登场。尽管楼瑶对少商芳心暗许，但是最后因责任奔向了何昭君。袁慎想将绣球抛给少商，但少商忙着去见义勇为，唯有凌不疑一野万年和舍身相救。少商贤疗伤。少商贤亦有意七弦古琴，一弦名少商。化仙遇险，楼瑶离去，袁慎虎鞭抚琴，然而曲中弦已断。少商却用少商弦套住了足簇，为凌不疑拔剑疗伤。原著里少商弦是不疑自己买的，这里的剧版改得很妙。程少商就如这少商弦一样，注定不能与袁慎携手成曲，却能保护凌不疑的性命，治愈凌不疑的伤痛。偷藏少商弦。少商用来为凌不疑疗伤的少商弦被偷偷的藏起，从此一直缠在腕间，陪他度过了5年的边关岁月。少商就是凌不疑唯一的光啊，怎能不小心珍藏？4. 撞破。凌不疑处理反贼时，程少商擅自去偷看。尽管少年不想让少女看见世间的残酷与血腥，但此刻刀尖上的鲜血却无处躲藏。凌不疑想要隐瞒那个血腥黑暗的自己，但又能蒙到何时呢？后来凌不疑在2人的婚礼前夕私自调兵，背负弑父的骂名。少商猜到他的动机，及时面见皇上，阐明原因，以得求谅解。一个不想让他知道，另一个偏偏要知道，想藏的终究藏不住。5. 故事。少商在别院聊天听故事，第一个反应是那位公子就不应该让未婚妻苦等7年，也就注定了不疑因复仇离开时，少商会选择退婚。不疑对少商说，天若有道，自不会让有情人分离。不疑认为很多东西都是需要经历考验的，包括情爱，因此在婚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报仇。但是少商就真的等了不疑5年。6. 恩爱不疑。楼瑶和少商退婚，与少商从此恩爱不疑。不疑，那不就是凌不疑吗？果然少商从此就恩爱不疑了。7. 身份。凌不疑说，此生最痛恨人撒谎，但凡遇到撒谎者，必验之、杀之。但不疑自身其实就背负着一个巨大的谎言，真实身份成谜。8. 袁慎的想象。三叔母讲述自己的故事时，袁慎想象的却是自己与少商成亲的画面，这却与他嫁与旁人音讯，这是三叔母的故事，又何尝不是袁慎和少商的结局？那么多伏笔，大家都看懂了吗？如果有新的发现，欢迎补充哦。